曾经轰动日本的一起恶性投毒案，导致60多人中毒，4人不治身亡。不仅如此，还牵涉出了许多的案中案。1998年7月，日本和歌山县的胜野区居民们正在筹备夏日祭活动，这是该地区年度的祭典，村民们会聚在一起享受美食和快乐的时光。该活动定于7月25日举行，村里的妇女们主要负责食物烹饪的工作。林真须美也是这里的村民，她是一名保险销售员。她的丈夫林建志曾经经营着一家消除白蚁的公司，然而一次事故让他丧失了工作能力。拿到保险赔偿的林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搬到了这个社区。夫妇俩的房子在这个社区是最大的，他们还拥有一辆宝马汽车。但自从搬到这里以后，这个家庭似乎没有融入当地的社区，他们只和以前的朋友来往。虽然经常有人来拜访他们，但当地人很少会去他们的家。男主人林建志被认为是一个没有耐性的人，而女主人林真须美也以不友好而闻名。他经常对那些阻碍他道路的村民使劲按喇叭，他甚至不让家里的孩子和村里的小孩玩。虽然林家在这个社区不受欢迎，但他们家也参加了夏日祭的活动。真须美和其他妇女一起在为节日准备着食物，他们会根据往年受欢迎的菜肴来定制菜单，包括烤鸡串、照烧鳗鱼和猪排等美食。时间很快来到7月25日星期六，食物已经准备就绪。今天最受欢迎的菜肴是咖喱，人们不仅在节日上享用，还有人将它打包带走。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大家都度过了愉快的一天。随着活动的结束，人们开始返回家中，但很快不对劲的事情就发生了。许多人回家后出现了奇怪的症状，其中村民川香惠在回家后就开始呕吐，而他的邻居田中先生则被妻子发现躺在沙发上，手紧紧捂住心脏的位置。当地一名医生初步诊断患者可能是食物中毒，救护车将他们送往附近的医院。到了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998年7月26日，已经有63人被送进了医院，其中4人抢救无效死亡。据报道，这4位受害者分别是活动的组织者和他的副手，一名16岁的小女孩和一名10岁的小男孩。很快，这个消息就传播开了，这引起了当地村民的恐慌。人们开始怀疑节日上供应的食物出现了问题，当地政府迅速介入并开始调查。医生们对受害者进行了尸检，初步的结果表明，受害者的死因是由于剧烈呕吐引起的脱水。卫生局对食物和水源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没有任何异常。于是调查人员将焦点放在了活动使用的食物和材料上，他们收集了患者的呕吐物样本并进行了化验。化验结果显示，呕吐物中含有残留的农药成分。调查人员注意到，这次事件中的许多受害者都曾在节日上吃过咖喱，于是他们开始对咖喱的原材料进行调查。最终他们发现一家名为风驰农药的公司提供的咖喱块中含有高浓度的农药成分。这家公司提供的咖喱块的确是活动中用于制作咖喱的原料。调查人员迅速采取措施，召回了这批有问题的咖喱块，并对公司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调查发现，这家公司将农药添加到咖喱块中是为了防止食物腐败。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事件曝光后呢，村民们感到了震惊和愤怒。对于他们来说，这本该是一个欢乐的节日，却因为不负责任的行为变成了一场悲剧。警方开始收集这起案件的相关信息，然而在1周后，医学专家告诉警方，患者真正中毒的原因是生化物，也就是砒霜。他们认为有人故意将它撒在了咖喱锅中。此时，整个日本都陷入了震惊之中，因为根据这个说法，这起案件很有可能是一起谋杀案，而且这不是针对个人的仇恨，只要吃到这锅咖喱的人都有可能中毒。虽然官方的调查还在继续，但是当地村民已经找出了2名嫌疑人。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由林真须美和她的丈夫林建志策划的。这家人不但和邻居的关系冷漠，而且建志曾经经营的消除白蚁公司能轻松地获得砒霜。真须美于1961年出生在日本的和歌山县的有田市，她的父亲是当地的渔协会长，母亲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优秀职员。高中毕业后，她就读于一所普通大学的附属卫校，在那里她学到了许多的医药知识，并结识了她的丈夫林建志。当时建志已有妻儿，而真须美凭借自己的年轻和热情，成功的让建志离开了前妻。
随后呢，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自从真须美和建志生活在一起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古怪事情。1985年11月的一天，一位在建志公司上班的年轻人正准备出门时，突然觉得一阵眩晕，他连忙退回屋内，几分钟后便倒在了沙发上，不省人事。夫妇俩很快为他叫了救护车，可他刚被送进医院就被宣告死亡。他的死因诊断为心脏机能不全。人们在整理死者的遗物时，发现他生前投有高达2500万日元的人寿保险。或许是出于感激的缘故，受益人填写的是为其提供工作并一直照顾他的林氏夫妇。后来死者的家属要求获得保险金并诉诸法院，最终双方达成和解，林氏夫妇获得了1250万日元的保险赔偿。3年后，建志突发精神麻痹，造成半身不遂，然后他向保险公司索赔了2亿日元的伤残保险金。1994年10月，真须美将自己列为受益人，为母亲签订了一份金额高达1亿4500万日元的人寿保险。他的母亲于1996年10月因急性白血病去世，真须美如愿获得了保险赔偿。一位邻居声称，1996年6月时，真须美因烧伤住进了医院。出院后，他的母亲搬来照顾女儿和外孙，但奇怪的是，自打来以后，他的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他曾多次返回有田市，但每次走后没多久，又被女儿急着接回身边。1996年2月，一名35岁的无业男性住进了林宅。令人费解的是，他居然一下子投了10份保险金，总额为5000万日元的保险。同年7月，他在一间卡拉 OK 包厢中进食后，突然神志不清，被送进了医院，直到9月份他才出院。1997年9月，他在林家进食后突然剧烈呕吐，被送进了医院，直到次年1月份才出院。但在1998年3月，他又在骑摩托车时摔倒，再次被送进了医院。对于林家发生的种种怪事，邻居们虽然没有向警方提出过质疑，但大家私下都议论林宅不详是一座凶宅。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注意到在林家上班的年轻人以及真须美的母亲死亡的背后都有金额巨大的保险赔付。警方发言人称，对保险欺诈的侦破是解决此案的关键。警方决定就这一连串的事件成立专案组进行综合调查。一个由警察、法医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庞大调查组对多起案件进行了全面取证。多次化验的结果显示，大部分受害人都与剧毒物质砒霜有关。面对审讯，真须美一口咬定所有的事情都是偶然和意外。她强调自己对砒霜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玩意儿。然而，警方在林家和他3年前的住宅附近都找到了曾储存过砒霜的牛奶瓶。就在案情有了突破性进展的时候，警方却碰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问题出在证人和受害者身上，证人们的证词相互矛盾，漏洞百出。有些受害人居然根本不愿意提出申诉，看来有些人在为庇护林氏夫妇而制造谎言，他们有可能是林氏夫妇骗保的同谋。警方为此伤透了脑筋，他们不得不将林氏夫妇逮捕又释放，如此反复多达3次。据真须美的一位好友说，他对钻石和红宝石极为钟情，每次光顾首饰店，他都对镶有天然宝石的戒指爱不释手。一些邻居也反映他酷爱新车，换新车是他最大的乐趣。实际上，巨额的保险赔付让真须美过上了另一番光景的生活。他穿着名牌的时装，佩戴镶钻嵌玉的首饰，使用欧美设计的最新款整体厨房，卧室里也挂满了名画。而且真须美的私生活非常花哨，17岁时她就曾与不良分子成员有过交往。丈夫半身不遂后，她身边的情人更是一日不断。她对情人们也极为慷慨，而且十分迷恋。曾经她就为一位心上人堕过3次胎。真须美利用自己的肉体和金钱找到了不少死心塌地的帮手，这其中不乏受害者，这也正是警方对各方证词难辨真伪的原因所在。媒体推测，真须美正是运用了在卫校所学的药理知识和对保险业务的掌握，一次又一次不露痕迹地上演着她的杰作。甚至有报道认为，她去保险公司工作就是出于骗保而寻找的一扇方便之门。保险公司方面虽然对真须美有所警觉，但苦于没有证据，只得3番5次被牵着鼻子走。就在警方最后一次拘捕真须美时，她腹中有一个已经死去了3个月的胎儿。据推断，她怀孕的日子应该在1998年6月下旬，可此时的林建志正在医院住院，已经半身不遂的林建志显然不是孩子的父亲。
而这个让真须美怀孕的情人，很可能就是他另一个合谋者。真须美用如此残忍的手段骗保，并获取了超过5亿日元的巨款。由于他挥霍无度，目前他手上流动的资金所剩无几。此外，他以办钢琴学校为名，5年间共借了2000万日元，而这部分借款他仅偿还了100多万。1998年10月4日，和歌山市警方以涉嫌杀人未遂和诈骗保险金逮捕了真须美。同年12月9日，又以在咖喱中混入砒霜而涉嫌杀人及杀人未遂，再次逮捕了真须美。审讯中，真须美否认全部控罪，并在庭审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沉默。一审时，和歌山地方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当时共有5220人希望旁听，这是继影星酒井法子后旁听人数最多的审判，创下了日本非名人受审旁听的记录。2002年12月，法院判定真须美在咖喱投毒案中有罪，她被判处死刑。然而真须美一直坚称自己的清白，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了上诉。高等法院听取了他的上诉，但在2005年6月又维持了原判。他的辩护律师将案件上诉到了日本最高院。律师认为咖喱投毒案与保险欺诈案明显不同。他表示这起案件缺失动机，也没有目击证人看到他接触过咖喱锅，而且当天那么多人在场，大家都有机会往咖喱锅中投毒。律师认为，在缺乏关键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该判处真须美死刑。2009年4月21日，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11年，日本最高法院维持了死刑判决，并驳回了被告真须美提出的上诉。林真须美成为了日本2战之后第11个女死刑犯，目前她仍然被关押在日本的监狱中，不知道生命将何时迎来终结。因为在日本，死囚只有在执行前的2小时才会被告知。